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习近平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全力推动停火止战，保护平民安全，制止人道灾难。在此基础上，尽快重启巴以和谈，尽早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同一天，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主持召开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就当前巴以局势和下步工作进行深入探讨。11月30号，外交部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提出推动全面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救援，加大外交斡旋，寻求政治解决。分析认为，在巴以双方处于临时停火协议执行期间的关键当口，这一系列持续努力不仅体现了中国为实现中东和平知难而进的责任担当，也必将为巴以冲突重回政治解决轨道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和平不能受限制，停火不能有期限，机会之窗一旦打开就不应关闭，战火一旦停息就不能够再重燃。11月29号，安理会就巴以问题举行高级别会议，这是自11月中旬安理会通过巴以问题决议以来的首次公开会议。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一直将巴以冲突作为最紧迫议题。安理会本月通过2712号决议，开启了推动停火的初始步骤。11月20号，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华，将中国作为国际斡旋的第一站。分析人士认为，这既是对中国的高度信任，也是对中国在地区发挥的作用及中方公正立场的肯定。11月21号晚，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召开，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推动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的重要讲话。也正是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11月22号，以色列政府与哈马斯宣布双方临时停火4天，后来还2度延长。是我们金砖国家历史上呢第一次专门就突发性的国际问题召开临时峰会。所以它是有首次的这样的一个独特意义，同时也是金砖国家今年8月扩员之后的首次的领导人会晤。在巴以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号召者，还有一个这个很有力的推动者。我觉得也只有中国能够去这个发挥这样的一种作用。有声音认为，中国是以色列创新全面伙伴，也是巴勒斯坦战略伙伴，与巴以两国和中东多国均有良好合作关系，在巴以、阿以间沟通斡旋具有独特优势。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在巴以问题上不选边站队，不谋求私利，能够更好发挥作用。今年5月，民意调查机构余观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80%的巴勒斯坦受访者更倾向于将中国作为巴以冲突的潜在和平调解人。也正如美国外交学者所评价，中国是真正的中立方。吴斯科也在采访中分享了他担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期间的一些工作体会。14年的7月份，我是到了第一线，对各方面进行这个斡旋嘛。首先到以色列这边跟以色列进行接触，然后到了拉姆安拉跟巴勒斯坦领导人这边进行接触，做劝和促谈的工作。同时也到了地区有直接影响的，比如约旦、埃及和阿盟进行工作。同时那次也跟那个哈马斯的领导人进行了直接的见面和这个双方的这个接触。我们都是用的一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强调这个只有停火才能避免更多的人员这个伤亡。中国的这个努力跟中东有关各方形成合力，促成了那次的停火。我们既同这个地区的这有影响的国家进行联系，同时也是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联合国各个组织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形成共识，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个是更有效的。李先生，您曾经表示，中方的立场文件为以巴从暂时停火到全面停火设定了方向。但我们也知道，自11月24号起的这一轮临时停火已经被打破了。那么中方在
立场文件当中提出的5点意见是否还有现实性呢？我认为还有现实性。我们这个提出5点方案，实际上是什么？基于这样的考量，中东地区巴以冲突已经这个局势已经不能再恶化了。在这种背景下，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我们这个5点方案实际上是既着眼当下也放眼长远，标本兼治。标就是什么呢？要停火。那么重燃战火，事实上依然我们有要求，就是在冲突中要保护平民，为人道主义救援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最终的目标是要在2国方案的基础上实现什么永久的这种和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依然什么有现实性。不过呢，坦率地讲，联合国层面的会议对于巴以冲突可能起不到特别直接有效的作用。以色列总理也曾经声称，必要时将与全世界坚定对抗。在这种情况下，石先生如何来看待中方的努力？尽管呢，在短时间内啊，我们所提出来这个方案呢，很难说是起到明显的效果。但是呢，现在外界呢要看到是中国的态度啊，中国的立场，这呢是最关键的。我们整天讲大国担当，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和态度啊？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现在已经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了。以色列呢是嘴上硬，现在以色列呢在外交上是相当孤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有了最近的巴以之间的停火嘛那也就是说，以色列呢实际上它是顾及到了外界的声音，这也就使得中方的方案实际上是可以呢继续往前推进的。我们也注意到，王毅在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强调，中国倡议召开更具规模、更大范围、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那么这释放出了什么信息？赵女士。我想呢，这个主要至少释放出3个信息。那么第一个呢，说明中国的这个立场是一致的。实际上呢，这个从2020年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协议这个达成以来呢，国际上有一种很典型的声音啊，就是认为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呢，有一段时间，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的舆论中有一种被这个边缘化的这种趋势。但是呢，即便如此啊，在这个近几年来，实际上中国反复的，而且是一直以来，我们就强调说，巴以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问题。那么至今呢，实际上证明这个中国说的这个话呢是有道理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中国呢也是支持这个巴勒斯坦成为这个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那么它也体现了我们认为这个2国方案它是可行的。很多国际上的这个无论是这个学界呀，还是这个媒体，很多人呢会认为这个2国方案它只不过是个打引号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它只不过就是一个口号而已。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这个，我们这次提出来了说，那我们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正式成员国，这不就是一个起点，这不就是一个开始吗？所以2国方案是可以落实的。第3个呢，就是也体现出来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立场它是公正的。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国际社会呢能够更多的去这个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也是呢更加的这个让国际各方呢去遵循这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我还要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实际上今天已经存在巴勒斯坦国。只不过它是否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国际认可而已。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如果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正式会员国，我们可否认为这实际上就已经是2国方案得到了一个至少是第一步的落实？这个2国方案啊，一直以来它落实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国到底存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国际这个关系当中啊，一个国家存不存在呢，有2个重要的这个要素啊，一个是领土，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国际承认。那么领土的问题呢比较复杂，那么至少说在国际承认上啊，当然呢，美国呢和以色列一直以来它是反对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在这个联合国的框架之下，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走出这个第一步的话，那么至少一方面呢是这个形成了舆论的这个氛围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确实是可以说是给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就是说这个建国问题呢，应该说是走了一大步。我想重振2国方案的政治前景，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让国际社会对于2国方案还是要有信心？美国人偏袒以色列在2国方案这个问题上什么没有履行自身的这种职责，事实上是对国际法的这种什么违反和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急需要国际社会将联合国顶到前台，树立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的这种什么
这种需要所有的国家要遵循的这种标准，这个是什么特别关键的？否则的话，礼崩乐坏，最后所有的国家是不是国际法都不需要尊重了？既然两个方案什么呢？作为一个国际法文件被抛弃了，是不是其他的国际法文件也可以不尊重？所以自然一来，整个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都可能面临新的这种挑战。从这次巴以冲突能够看出来，那至少呢，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重新开始重视了。而且呢，最近不光是我们，还有像阿拉伯国家，乃至于美国和欧洲，也都在强调的两国方案。这就使得现在的巴勒斯坦问题受到了空前重视。那这也将会使得接下来巴以问题会继续的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焦点，这实际上对于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呢是非常有利的。那这样的时候重振两国方案正当其时，只有这个时候趁热打铁，尽快的去推进，让它呢最终能够呢去得到落实，最终呢解决巴以冲突吧。布林肯第3次访问以色列，也向以方强调，战争延续会让美以承受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通俗一点理解呢，恐怕就是兄弟，你让大哥越来越难做了。李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这可以从2个层面来看。首先是布林肯和内塔尼亚胡做给什么国际社会看的，因为美国人事实上的确很担忧这场冲突引发什么新一轮的这种什么反美浪潮，那么这对美国的这种利益会构成非常大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人也的确担忧以色列在这场加沙的军事行动当中，真正一场占领加沙，这势必会引发什么整个关系、整个中东地区格局的这种什么出现新的这种巨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给以色列是画了红线的，不能够吞并加沙地带。在这次巴以冲突当中，以色列对美国的态度其实也显得非常的桀骜难驯啊。所以呢，在加沙地带战后治理的问题上，以色列是否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理会美国所画的红线？石先生怎么看？尽管以色列呢很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毕竟是个小国啊，国土面积小，人口也少。那它之所以能够在中东地区呢横冲直撞，还是因为美国的支持。美国每年给以色列的军援和经济援助那是高达几十亿美元。美国要治以色列特别容易就不说别的了，光是美国呢不给以色列供应武器装备的配件，那以色列的战斗机全部就得趴窝。如果呢以色列呢真的是挑战到了美国的底线了，那看着吧，美国呢分分钟就会把以色列摁在地上的。美国目前在中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进退两难？石先生，美国实际上一直最担心的就是它的中东战略会遭到破坏，所以呢，现在美国呢就表现得比较克制嘛。中东地区在过去这些年时间里，美国呢都在逐渐的把它呢边缘化，看看呢军事方面是最显著的。过去这2、3年时间里，美军没有在中东地区部署航空母舰了，而且呢，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也减到了2万人，这呢是之前没有过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偏偏中东这儿出事了，那让美国呢怎么弄啊？他如果呢是在这地方呢打的话，那必然呢会陷入到一个泥潭，一旦陷进去的话，那就不是呢1年2年能够透出来的。那这是美国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他很顾忌的一个难题。美国在中东地区，它都有3重的这个战略矛盾。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美国一直以来的这些年，那么它是想要这个减少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投入。那么它第2重矛盾呢，就是说它既不想在这个地方有太多的投入，但是呢，他又不情愿看到其他国家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增强。然后他第3个问题呢，就是他又想要这个确保以色列的这个生存安全，但是呢，他又这个不想要去得罪其他的这些阿拉伯的国家，然后呢，他也不希望说是因为过度偏袒以色列呢，而在这个国际舆论上受到太多的这个压力和指责。那么张女士，您认为新一轮巴以冲突带来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外溢效应究竟是什么？
巴以冲突啊，首先呢，就是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层面呢，它的这个外溢效应呢会越来越明显哈，而且呢，就是说它已经不是说是局限于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问题了。那么特别是在以色列开展这个加沙的这个地面进攻，那么也有外界很多人猜测说，以色列是不是就是要这个拿下或者说是攻占加沙地带？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不是它有一种领土扩张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不仅是巴以的问题了，它会引起整个周边的那些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焦虑的，对于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来说也会有影响。这也是最近的欧洲很这个紧张的原因，因为目前就说这个巴以冲突的恶化带来一个呢，就是巴勒斯坦难民的这个大量的流出的问题。那么他们流向哪儿？最终很多难民可能还是会往欧洲跑。那么这样一来也会这个引起欧洲国家的这个焦虑。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全球格局加速演变。面对两场冲突，中方都坚定呼吁停火止战。那么在这一轮巴以冲突当中，中方更是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站在国际法一边。同时呢，也注意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如此变乱交织的情况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方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李先生，我觉得中国应该什么呢？保持战略定力，在乱局中谋新局，团结世界上追求秉持公平公正理念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南方国家一起为全球争取和平的机会、发展的机会，通过发展为和平带来什么动力，创造机会。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各种行为体现在都在强调要发挥作用，但是在发挥作用之前，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不能发挥副作用。我们中国始终也在发挥这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那这里面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呢积极的去提供平台，然后呢开展斡旋等等。我们要这个作为全球南方的大国，那么在这个遵循国际法方面，在这个倡导客观公正立场方面呢，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要把联合国呢推到前面去，让联合国呢作为主导，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一直在说要尊重联合国的权威，那既然呢如此，特别是目前联合国呢还是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一个国际性组织，那因此在这方面呢，应该以联合国呢为基础，在国际上呢让它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内解决呢地区性的冲突。